朋友们，大家好！前两天修了一台美的电磁炉，这台电磁炉的问题是炸保险，然后这个 IGBT 和整流条也都击穿了。然后我把这些坏的元件换上去以后，然后试机，在试机的过程中，然后风扇也可以转，一切都正常。它就是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不加热，然后它也不报错误代码。我们首先要检查一下它的驱动电路。然后这个 IGBT 它的3级，我们顺着这个条线检查，经过一条跳线，然后到这边来，经过一个电阻，然后到这个贴片3极管这儿。这3个贴片3极管，它一般呢都是 S8050或者是8550驱动对管。我们检查一下，这已经击穿了，这个也击穿了，这3个驱动管都坏了。我当时检查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的，这个3极管和这个3极管，它们都是 S8050，就是这个型号的。然后这边这个是 M8550，这3个当时没有，我今天刚买过来，也就从网上买的。买过来以后，在还没有安装的时候，然后我再测试一下电磁炉，谁知道在测试的时候，然后它又开始出现报警了，不讲锅，又多出了一个问题。这一个 S8050。它是连接在这个炉盘中间这个温度传感器的。我把这3个全换上去以后，还是不讲锅，不能正常加热。像这块板子，它的问题比较多。先是换2个大件，然后这3个小管也都坏了，然后还出现不讲锅。像这个故障，我已经检查了2个小时了，也没有检查出来具体问题所在。像这种情况，我们就不再接着维修了，因为你付出的时间和收入不成正比。像这种情况，我们就用另外一个方法，非常简单的，就是我们直接换块主板。这块板子和这个是通用的，都是美的专用的。然后这个上面还多一个滤波电容，这个使用的话更稳定啊。这块板子是我从网上32块钱包邮买来的，这些接口和原先的旧板子是一模一样的。然后这些螺丝的孔位也是一样，直接安装就行，不需要别的改动。然后把这个发热盘子线焊在原先的位置就可以了。像这种故障非常多的电磁炉，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直接换个这个板子。朋友们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下方留言。好了，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给大家分享一个只需要1秒钟就可以快速打开健康码的一个小技巧。这方法呢非常的好用，以后在出门的时候啊，操作起来就非常简单了。首先呢，先从这个微信进入吧，正常这个健康码都是从微信或者是从支付宝。打开微信之后，然后在这个右下角点我，正常的操作步骤都是这样的。然后呢，点服务，到这儿呢点防疫健康码，点完之后呢，到这儿需要查看健康码，看到没有？这样一步步的操作起来啊，非常的麻烦。如果一些年龄比较大的同志呢，这样来回点来点去的话，有一些步骤会记不住，所以呢。打开这个健康码是非常的麻烦。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技巧啊，到这儿一步之后呢，首先点下右上角这3个点，点开之后，然后呢，在这儿有一个添加到我的小程序，把这个可以添加到小程序。好，已添加完之后呢，接下来把这个微信给它退出，重新进入来看一下。首先还是打开微信，然后呢，到这儿下拉，这儿有个河北健康码是吧？把这个点开之后呢，看一下，立马就出来了。所以说这个方法呢也非常操作起来非常简单，速度也比较快，但是呢它也没有达到1秒钟就可以打开的效果。现在呢给大家再分享第2种啊，这个方法呢就特别好用，还是一样啊。首先先点开右上角这3个点，点开之后呢，在这个下面呢还有一个选项，就是这个添加到桌面。我们把这个小程序呢，可以把它添加到桌面，然后点击它，点完之后到这儿呢，点添加，好，已添加快捷方式，然后呢，把这个微信再退出之后，我们来看一下，桌面呢现在有一个这个图标，河北健康码，现在呢我们把它点开，就可以1秒钟打开了。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非常的简单，1秒钟就打开了，是吧？像上面这个行程卡呢，也可以按照这方法来操作。首先呢，操作方法也一样，先把行程卡打开之后呢，也是点上面这个3个点，然后呢，在这儿也有个添加到桌面，把它添加好以后呢，
已添加成功。添加好以后呢，等打开这个行程卡的时候，也是1秒钟就可以把它打开了。有记不住的朋友啊，可以收藏一下视频，对照着来设置一下就可以了。家里的电视机坏了以后不开机了，像这种情况呢，先不要着急花钱去修。今天教大家一招，其实呢，用一个 U 盘就可以修好它。电视机呢，如果出现就是以下2种情况，我们都可以用 U 盘来解决。第一种情况呢，就是电视机开机后呢，就像现在这个情况一样，定在这个开机画面，然后呢，无论等多长时间，也进不到电视机它的系统里面。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电视机开机后呢，就是一直出现这画面，等了时间长了后呢，它就关机了。像这种情况呢，看到没有，这个关机了。像到这种情况呢，一般都说明是电视机它的系统坏了。我们呢只需要用个 U 盘给它从刷下机就可以修好它。刷机之前呢，我们首先找到这个电视机它的一个刷机包，它这是个王牌的，我们点开这个王牌，然后呢在下面找到同型号的一定这个型号要找对了，不能随便下载个，如果下载错了以后是刷不了的。我们找到同样型号的，然后把它给下载下来。下载完后呢，我们把 U 盘插在电脑后面。我的这个 U 盘呢是一个16G 的，选择这个 U 盘的时候呢，不能选择太大的，如果容量太大的情况下，电视机呢有可能会识别不到，所以说是没有办法刷机的。选择这个容量呢，最好是4个G 或者是8个G 的，最大呢不能超过16个G。U 盘的格式呢也要选择 FAT32的，如果用别的格式的情况下，可能电视机也没有办法识别，刷机的成功几率比较小。看看我这个就是 FAT32的。刷机之前呢，最好是把这 U 盘给它格式化一下，然后格式化的时候呢，选择它的格式呢就是这种FAT32，选择默认的这种就行了。然后呢点击开始，这样格式化以后呢，刷机的几率刷成功的几率比较大一点。OK， 格式化完毕之后，然后呢我们把找到的把下载好的这3个文件给它直接发送到 U 盘就可以了。这文件还是比较大的，400多兆。这3个文件我们看一下，主要就这个是它的刷机包，这个呢是400多兆，然后其余2个呢是它的引导，这2个呢文件比较小。刷机 U 盘就这么简单就制作好了，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就开始刷机了。刷机之前呢，首先先把电视机它的电源线拔掉，然后呢接下来把 U 盘插在电视机的 USB 插口上面，一定要把它插到底插好。然后呢，我们一只手先按住电视机上面的开机键，要按住不要动。然后呢，另外一只手给它通上电。好，现在呢看一下电视机它的画面有什么变化。在现在呢，就是这个开机键一直要按住，不要松。现在显示正在升级中，还不要松手。直到进度条出来以后再松手，这个进度条呢走到100%以后，然后电视机呢它就会自动重启，重启完以后电视机就修好了。一个电工朋友去工地干活的时候，发现忘了带灯头，那怎么把这个灯点亮呢？于是他就找过来一个硬电线，然后呢用钳子把这个外皮给它拨了稍微长一点，这样拨长了以后呢，然后他把这个铜线放在灯口上面，顺着上面这个丝扣这样转了几圈，给弄了一个套出来。然后呢，用钳子修正一下，把这边呢，他又这样折叠了一下，窝了一窝，窝完以后呢，接下来他又找了一条硬电线，先把这硬电线给它窝成了一个非常小的小圈，然后呢，从这边折一下，接下来他是把这2个电线呢，用胶带缠了一下，这个呢是他自己制作的一个灯口，你来看，这样拧上去以后也是可以用的，但是呢，这样用很不安全，他发现，于是他又找了个饮料瓶，把这盖用剪刀给它捅了个洞，把这个洞开得大一点，然后把这个饮料瓶呢又从中间给它剪下来，剪下来之后呢，然后把这个瓶盖又给它拧回去，就这样把它塞进去，然后呢一个防护罩就做好了。你们说它这样可以用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视频呢给大家分享一个啤酒瓶盖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妙用。首先第一步呢，我们先拿出来一个瓶盖，然后呢给它先砸平，砸完以后呢，我们看一下，大概砸成这个程度就可以了。我们看一下这个瓶盖的周围边缘像不像锯齿的形状，一定要记住边缘这一块呢，不要把它给砸得太平了。如果砸得太平了之后，等会儿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就不太好用了。然后呢，我们
垫个东西，我们啊把这个瓶盖上面给它再用手电钻给它钻个眼儿，一定要找准中间这个位置。哟，我的奶奶，我的 OK 钻完了。操作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好，拿下来了。然后呢，我们啊在这个上面穿一个螺丝。好，在这边呢再拧个螺丝帽。然后呢，要把它给拧牢固、拧结实。这边加个钳子，用螺丝刀再拧一下，一定要拧结实。OK， 拧完以后我们看一下，它像什么东西呢？看看，是不是像一个迷你的切割片？然后呢，我们把它装在手电钻上来试一下，看一下这个工具好用不好用。我们先来切割一个 PVC 管来试一下。我们看一下，很轻松的就可以把它给切开，然后呢，用它也可以切一个木头。我们来试一下。OK， 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效果还很不错，是吧？所以呢，我们在生活当中，无论呢是切割木头，或者是 PVC 管，再或者呢就是在干活的时候，如果遇到空间比较狭窄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用个啤酒瓶盖，就这样制作一个小的切割垫，就可以解决问题了。这个方法呢非常的实用。今天视频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再见。像这些老旧音箱没有蓝牙功能，使用起来非常不方便。其实呢，只需要一个这样的蓝牙小板。插2天线就可以让老旧音箱变成是一个蓝牙音箱，而且呢，这个音质还非常好听，它是一个双声道立体声音。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它的使用方法。第一种呢是最简单的，然后咱们看一下音箱的后面都是有这个音频输入口的，包括这个音箱也是一样，有这个音频输入口。然后呢，找一个就这样这个连接电脑的这个1分为2的这个音频线，然后呢把它线给它连上去，插上线以后。然后这边呢就非常简单啊，只需要呢把它插在这个小板上面就行了。这儿有个耳机插口，插上就行，就是这么简单。然后呢，下一步呢就在这儿给它连上电就可以了，就是手机的充电线，安卓口的，看一下就这个口，给它充上电，这是给它提供供电的。OK， 看现在这个指示灯亮了。这就说明呢，这个蓝牙小板已经工作了。然后打开手机的蓝牙，搜索到这个小板，这个就是搜索到以后，然后直接就可以放音乐了。好，显示已连接，然后放个歌曲来听一下，声音已经有了啊。听一下这个音质还是非常好听的啊。在通电的情况下，尽量呢不要手摸这个小板，如果手摸它的情况下，很容易把这个小板给弄坏，这样听歌实在太方便了。有些朋友可能会说，这个小板放在外面不合适，感觉不美观，也不好用。如果假如像这个音箱经常去户外使用的情况下，带个小板确实不方便。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小板呢，其实也可以把它给装到音箱里面的。首先呢，把这个后边这个给它打开，拆完以后呢，给它先放一边备用。然后呢，给这个小板焊几条线，这儿呢是电源线5伏，这儿是5伏的正极，中间这个音角，然后这个 JND 是5伏的负极，先来点焊锡，然后把这个红线作为是正极，焊在中间这5伏这儿，灰色的这条线负极焊在边上，然后呢再焊一下音频口，音频口这儿呢是3条线，还是一样，先来点焊锡，3个点都来点。L 和 R 是左右声道，
先焊2条白色的线，然后这个 AGND 是音频的公共负极，焊一条灰色的线。焊好以后，就这5条线，然后呢，给蓝牙小板5伏的供电给它接上。在这个板子上怎么找5伏供电呢？首先呢，就是王表的黑表笔接在一个电容的负极上面，先找个滤波电容接在负极上面，然后这个红表笔分别来测量这些引脚，看哪个是5伏。在这儿呢，我已经找到了，就这边这个引脚就是5伏，咱们测量一下，看，现在电压是 4.95， 照旧5伏。现在呢，就把这个供电先给它接上去，然后呢，就再接另外的3条线音频输入。先看一下这板子上面这2条就是音频输入线，然后呢，在这边中间的这个就是它的公共地，然后这2个呢就是左右声道，把线给它焊上去。好，接好线以后呢，然后连上蓝牙，播放个音乐来听一下，没问题。到最后呢，把这个小板给它安装在音箱里面就可以了。今天咱们给客户改装一个电风扇，他说他这个电风扇呢是开1档的时候，就是最慢档的时候，他说这个风速呢还是有点快，他问我能不能给他改一下，让这个风速呢稍微慢一点，吹出来的风呢也比较柔和一点。但是他还有个要求，就是开最快档3档的时候，他想这个速度呢还是和以前一样，还是让这个风速非常的大，转速非常快。我在想了个办法可以解决他的问题，就是把这3个档可以给它改装成是6个档，分为慢3档和快3档，改好之后就可以达到他的要求。我们首先呢，先把电风扇拆开，然后改装所需要的元件呢也非常的简单，就是需要一个这样的电容。如果没有这样的电容，其实啊，像这样的电容也是可以使用的，它们2个都是一样的，都是可以使用。然后再需要一个这样的船型开关，如果没有这样的船型开关，只需要一个电容也可以来降低电机的转速的。先给大家分享一下这2个组合在一起的改装方法，然后呢，给大家再分享一下单独电容的一个改装方法。先在电风扇内部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把这个开关给它安装上去。首先要开个孔。我的开孔方法很简单，就是用一个报废的电烙铁头给它探个孔就行了。这个开关我选择了一个2个档位3个引脚的，把这个给它安装上去。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电容给它焊在这个开关的1角和3角上面。焊好以后，我们找一下这个电扇上面这个电源线。其实这2条线都是一样的，我们剪1条线，把这个红色的给它剪掉也行。2条都一样，实际上我们给它剪断。剪开之后，把这2个线头我们都给它先拨出线头。这一条也是一样，拨出线头。拨好以后，我们分别把这2个线头给它焊在这个开关上面。这2个其实啊也不分正负极的，随便往上焊就行了。我们把这个焊在这个电容上面，另外这条电源线我们给它焊在开关的中间这个引脚上。就这样就改装好了啊，看一下非常简单是吧？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先看一下这个电源线啊，它是从这儿进去之后，当我们把这个开关调到慢档的时候，它是这2个引脚导通，然后它进去之后，然后到这儿经过一个电容，然后回到电机上面。经过电容以后啊，它就会降低它的电压，然后就会电机转的比较慢一点。然后当我们把这开关调到高档的时候，就是前面这2个引脚导通，我们看一下这个电路呢进去之后直接就出来了，它是和原先的速度是一样的，电压也是一样的。如果不用这个开关的情况下，其实啊关个电容，只单独一个电容也是可以来改变电机的速度的，不过它只能改变1个档位的速度。我们把这个电容其实啊如果1档的情况下，我们把这条蓝色线从中间给它剪开，然后串上这个电容，就可以实现这个1档转的比较稍微更慢一点。选择这个电容的时候，电容的容量越大，它降压降的就越少；电容容量越小，它降压降的越多。就是电容它的容量越小，电机的转速它就越慢。我选择的这一个是 3.3 位法的，现在我们把它装起来测试一下。好的，我在这儿呢写了个标签，我们看一下，这儿是慢3档，然后这儿是快3档。我们先把这开关打到慢3档这儿来测试一下，先开个1档，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风扇，
风扇大家有可能是看不出来它的转速的，大家可以听这个风声就能分辨出来它的速度了。现在已经启动起来了，听一下这个风速。然后呢，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把这个再开到快档上，然后测试一下，听一下这风速有没有变化。明显是快了，是吧？快了许多。然后我们再调到慢档这儿，然后这些档都是可以来使用的，速度都是比以前要慢的。想要达到以前的速度呢，我们就把这儿调成是快档就行了。听一下这风速，非常大，是吧？这个方法非常的不错，我打算下一步我申请个专利，来大批的生产这种电风扇。我们家里用的这些网络电热盒还有2个非常好用的功能。第一个功能呢，它可以支持手机无线投屏，无论手机上的照片、视频、歌曲都可以无线投屏在电视机上面来使用。第二个功能呢就更加强大了，其实呢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非常的实用。现在给大家先分享一下手机无线投屏的这个功能。无线连接呢就是通过 WiFi 网络连接在电视盒上面，连接好以后就是无论手机上的什么东西都可以直接投在电视机上来观看。无论呢是孩子学习用，或者是自己娱乐玩用，都是非常不错的。首先呢，就是先把这个电视盒打开，然后呢打开电视机，然后呢先拿出手机的，在手机上呢最下面往上滑一下，在这儿找到这个投屏，手机上自带的投屏软件，就这个我这儿有个屏幕镜像，打开它就可以了。然后呢在这儿直接就可以扫描到这个局域网里边的，我的这个是我的天猫魔盒，因为我家这个网络电视盒呢就是天猫魔盒，所以搜到的就是它。然后呢点击把它连接上，现在呢正在连接。好，连接完以后电视机上就可以直接出来手机的画面了。咱们看已经出来了，是吧？出来的画面是不是都一模一样，是吧？然后呢就这样就可以播放音乐，然后视频包括学习东西都可以直接来播放了。首先咱们来打开个抖音来看一下，没问题是吧？都是可以的。然后呢可以放点声音，没问题是吧？也是可以变成横屏全屏来使用的。首先换一个，然后咱们看个全屏的直接点完以后就可以全屏来播放。但苏菲却一点也不害怕，因为她对自己的外表非常的自卑。投屏呢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目前的很多网络电视盒都自带无线投屏的功能。如果你家的网络电视盒没有这个功能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可以给这个电视盒呢安装一个无线投屏的软件就可以了。手机如果没有无线投屏功能也没关系，也可以安装无线投屏的软件。安装好以后他们2个就可以实现无线投屏了。无线投屏的方法就是这么简单然后呢，给大家再分享一下第2种它好用的一个功能，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每个这个是这种网络电视盒呢，其实呢在它的后面后面呢都有一个这样的 USB 插口，咱们仔细看一下，就这个插口，这个插口呢，它是可以给这个网络电视盒可以给它插 U 盘，给它升级来使用，或者呢可以插 U 盘来播放 U 盘上的视频或者歌曲或者照片来使用。不过这些不重要它有个很重要的功能，这个功能呢就是我们可以把手机的充电线给它插上，然后呢咱们就可以看一下它呢就可以给手机来充电了。充电的同时呢，然后咱们看一下然后呢它也可以用手机的有线，然后呢投屏在电视机上面，这样呢可以一边投屏一边给手机充电。然后呢假如家里的一些数码产品没有电了，或者是手机的充电头坏了没有的情况怎么办呢？可以把它插在这后面充电就可以了。这个方法呢非常的实用，大家呢以后肯定能用得到。好了，视频感谢观看，我们下期再见。今天这个视频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个手机更换电池的一个教程。其实呢，更换电池是非常简单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台华为手机电池已经鼓包了，看一下已经把手机后盖都顶起来了，看到没有？两侧都有这么大的缝隙。我发现就是华为手机和小米手机它这个电池最容易出现鼓包。更换电池呢，首先拆这个后盖，用吹风机呢先给它加热一下，加热完以后。在拆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了。像这种手机充电口两侧没有螺丝的拆壳的时候呢，就需要用一个这样的硬塑料片。这个塑料片呢，就是蛋糕盒上面都有这种硬塑料片。然后呢，找一个
角的位置啊，把它插进去，然后呢，在这周围一圈给它划一圈以后啊，这个后盖就可以轻松的把它给拆下来。拆这个后盖的时候，有一点也要注意，就是这个塑料片呢，不要插得太深。如果插太深的情况下呢，在划的过程中就会有可能把手机后盖上面这个指纹排线给它划断。如果划断了以后呢，这个手机就没有指纹了。先看一下里面呢是有一个这样的排线。打开壳，第一步呢，首先把这个电池上面这个排线给它先抠开，让这手机呢给它先断电，这样操作是最安全的。首先呢，先把上面的这几条螺丝给它拆下来，然后呢，把压电池排线的这个铁片往上面抠开以后呢，把电池的排线给它抠下来抠开。接下来呢，就是用镊子可以把这个铁片再给它翘起来，然后把后盖上面这个指纹排线的这个插座呢也给它抠下来。抠下来之后呢，等会儿拆电池的时候操作会更加方便。电池下面呢粘了很多不干胶，粘的也非常的牢固，所以说直接拆的话是不容易拆下来的。所以说呢，在拆之前呢，要用吹风机给电池先给它加一下热。电池这面加完热以后呢，然后在手机的屏幕这一侧呢再给它加一下热，一直加热到这个屏幕手摸着有些烫手就可以了。然后呢，重点来了，就是呢开始撬这个电池了。找一个类似于这样的撬棒，把它插入到电池的一侧，插入以后就这样轻轻的撬，一次呢不要撬得太严重了，要一点点的来，不要着急，不要慌，要有耐性，从上往下一点点的就这样撬。撬完以后呢，撬的如果感觉少，还可以从上面接着往下再来一遍。撬完一侧之后，接下来呢再撬另外一侧，还是同样的方法，就是这样一点点的撬。所以说这个撬电池呢不能心急，只能就是慢慢来，一会儿呢就可以把这电池给它撬下来了。撬完这一侧之后呢，然后接下来还是一点点就这样撬，这样撬完，接着呢再撬另外一侧，就是来回两侧呢替换着撬。给手机换电池呢，其实就是一个胆大心细的一个操作步骤，只要有耐性呢，一般都能更换好电池。好，我们来看一下，2分钟的时间不到，这块电池就给它拆下来了。然后呢，我们看这块华为电池已经发现鼓包了这块呢旧的就没有必要留它了，扔掉就行了。然后呢，接下来呢，把这手机上面这个不干胶给它清理干净，然后呢，拿出需要更换的新电池，我们拆开包装来看一下其实呢，现在出的这些新电池呢，它都是自带固定电池的不干胶的，也没有必要去单独去买去了。所以说呢，厂家考虑还是比较周全的我们先打开这个电池这个包装，在它的背面是有这个固定电池的专用胶的，然后呢，把上面这个塑料给它揭掉之后呢，然后呢就开始安装电池。安装就更简单了，只需要呢把它放在电池里面，然后这样轻轻的先按压一遍，让这个胶呢让它粘好就可以了。然后呢，安装的时候呢，先扣指纹排线，给它扣好以后呢，再扣电池的这个排线。最后呢，给手机后面这一圈都打上不干胶，然后呢把手机后盖给它安装起来，电池呢就更换好了。家里的网线断了，怎么把它们接在一起呢？今天视频给大家分享2个非常好用的接网线方法。接好以后，它的使用效果和新的网线效果都是一样的。这2个方法，第一种呢比较专业，第二种呢就比较简单了，适合每个家庭来用。这2种方法总有一种会适合大家。在接线之前呢，首先呢我们先把外皮给它先剥掉，剥掉外皮之后我们才能接。然后剥掉之后呢，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内部呢是有8条双绞线，我们分别把它们都分开。然后呢，另外一根线也是按照同样的方法把它们都剥出来。给大家分享用这种方法接好以后呢，非常的耐用，无论多长时间呢也不会出现问题。首先呢，我们接的时候呢，先把这几条线给它先剪掉一截，剪齐之后，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网线都给它拨出线头。把这2条网线都拨好线头以后，然后呢在这一个上面套一个热缩管，然后呢我们就开始接网线。这是一条粉色的，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粉色的上面再套一个小的这种热缩管，然后呢把这头也找到这个粉颜色的，把它们2个拧在一起。拧好以后呢，然后呢用电烙铁把它焊一下，
这样呢就可以防止氧化。然后呢，把这个热缩管给它套上，用打火机烤一下。还是一样，按照同样的方法，把同样颜色的线接在一起，都套上热缩管。到最后，把这个大的热缩管给它再套上。套上以后，给它再加热一下，让它收缩一下。这样接好的网线不仅防水，而且它也防氧化，非常的好用，和新网线效果都是一样的。有些朋友可能会说，我没有这样的专业材料，也没有这样的专业工具，怎么办呢？那么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二种方法。第二种方法就非常简单了，而且接好的效果呢也是非常的不错。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说啊，就是接这条网线太麻烦了，还不如直接买一条网线。像这种短网线可以买一条，如果这条网线100多米长，如果在买的情况下呢，就有点不合适了。然后这些专业的热缩管我们都不用它了，这头也是一样，给它先剥除外皮，也是一样，把这所有的线都给它捋直，因为捋直以后容易接线，操作更方便。好，捋好之后呢，还是一样啊，给它们先拨出线头。不过这次拨线头的时候，每条线拨的线头让它稍微长一点。然后呢，把这些多股线都给它拧一下。把这两边呢都拧好以后，咱们就开始接线。接线的时候，先让它们两个对齐，然后呢，给它缠上胶带，先固定一下。固定好以后就开始接线，还是一样，就是同样颜色的线，给它接在一起。接的时候呢，这个拧这个麻花的时候呢，一定要让它拧得紧密一些，越紧密呢，它越牢固，不容易出现问题，不容易接触不良。接好一个之后，然后再接另外一个。这种接线方法比较简单，也不需要用专业工具，适合每个家庭都能用。都接好之后呢，我们开始给它缠胶带，起个绝缘作用。然后缠胶带的时候，我们可以压过来一条，然后呢给它粘住，然后呢再压另外一条。胶带缠一圈压一条，缠一圈压一条，都缠完以后呢，到最后我们把这个给它窝过来，然后呢接着再缠胶带。接好以后，虽然它的外观不太美观，但是呢比较抗拉，也不会影响它的网速，所以说这种方法是最好用的。